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桃胶糖水的食谱。你别看它那么多料，以为很难煮，其实不会的，很容易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我准备了60克的桃胶，这个是干的桃胶，还没有泡发的。我用的是珍珠桃胶，它会比普通桃胶干净一点，里面没有那么多杂质。珍珠桃胶就像这样，一颗一颗圆圆的，所以叫做珍珠桃胶。我用的是最小颗的珍珠桃胶，你别看这里一点点的桃胶，它泡发起来是很多的哦。我们在煮桃胶糖水的前一天就要开始浸泡桃胶，这个桃胶我们需要浸泡12小时，或者蒸到它完全泡发了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已经浸泡了12小时的桃胶，你们看是不是很大的分别？当我们的桃胶已经泡发软了，我们需要把那些肮脏的杂质去掉。来，我找一颗比较肮脏的给你们看。就像这颗，你们看，就是这些杂质，肮脏的杂质，我们把它去掉，然后它就干净了，就可以了。看得清楚吗？看不清楚，我再找多一颗给你们看。就是上面那些黑黑一点一点的，我们把它去掉，弄干净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桃胶糖水很容易煮的，最麻烦的步骤就是要清理这个桃胶。所以你们在买桃胶的时候，可以的话尽量就买贵一点点的，比较干净的，那么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。现在我们来浸泡白木耳，这里是90克干的白木耳，我们把它泡软。白木耳就不需要泡很久，我们只要把它泡软了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清理一下，洗干净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些硬硬的头剪掉，然后我们再稍微的把白木耳剪小朵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把红枣洗干净，然后把它中间的种子去掉。很多人都说煲汤或者煲糖水都要把红枣的种子去掉，因为它的种子很燥热。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也不太清楚。看这视频的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呢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哦，让我也学多一点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桃胶糖水所需要的材料。清水3000 ml， 已泡发的桃胶，已泡发的白木耳，红枣35克，龙眼干35克，白糖90克，黄糖30克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这锅水煮滚，然后我们把红枣还有龙眼干倒下去。记得这个红枣和龙眼干要清洗过才倒下去哦。还有，我们可以把白木耳也一起倒下去。我们等这锅水再次的煮滚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火转去中小火，
让它慢慢的煲30分钟。我们要把白木耳煮软，然后要把红枣和龙眼干煮到出味。当我们煮了30分钟左右，我们就可以把桃胶倒下去，然后也可以把我们的白糖还有黄糖一起倒下去。如果你们不要用白糖，你们可以用冰糖来取代。黄糖呢，我是要它的香气和它的颜色而已，要不要放都可以的。放了黄糖，它的颜色会比较漂亮，像这样琥珀色，然后也会增加一点黄糖的香气。当糖水再次的煮滚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了。放了桃胶，我们不能煮太久，不然桃胶会融化掉的。完成了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桃胶糖水。这是我很爱喝的糖水之一，尤其是把它放入冰箱，冷冷的拿来喝，哇，好解暑哦！其实今天的这个桃胶糖水，它的那些红枣啊、龙眼、木耳都没有一定的分量，你们喜欢吃什么，你们就放什么多一点。如果你们想要糖水多一点红枣的香气，你们就放多一点红枣。如果你们喜欢吃木耳的脆口，你们也可以放多一点木耳。我个人呢，当然是比较喜欢吃桃胶咯。听说桃胶是很有营养的，它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，吃了可以美容养颜，还可以生津解渴。好处那么多，怎么可能不煮来喝呢？你们说对不对？赶快把它学起来吧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桃胶糖水。我下一个视频呢，会来一个炸年糕。我这次的炸年糕没有裹上番薯和芋头，我就是很纯粹的，只是裹了粉浆，然后拿去炸而已。大家会喜欢这样的炸年糕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留意我下一个视频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